便秘是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的，比如久坐不动啊，喜欢吃辣的或者压力大，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可能会导致便秘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便秘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手向身体两侧平举伸直，手掌心朝下。然后呢，身体向左侧扭动，用双手去碰左脚的脚背，坚持3秒，站起来，再向右侧扭动，双手去碰右脚的脚背。每天早上起来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加速肠道内垃圾宿便的分解运输，不仅可以帮助快速通便，对减肚子也有一定的帮助哦。那便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而且呢，长期便秘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，所以大家呢可以试试做上面的这个小动作，同时还可以配合着冬瓜荷叶茶、蜂蜜、柠檬片缓解便秘。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对3七和阿司匹林都不陌生，它们都有预防血栓的作用。其实除此之外，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天然的阿司匹林，经常吃可以帮助清理血管、净化血液、预防血栓。玉米可以说是血管的清道夫，能够很好的预防动脉硬化，因为玉米中含有丰富的脂肪，而脂肪中又含有不饱和脂肪酸，尤其是其中的亚油酸含量非常高，能够减少胆固醇在血管中的沉积，有很好的软化血管、清理血液垃圾的作用。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大蒜，大蒜是常用到的调味品，经常吃大蒜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还能够帮助降低血脂的含量，也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。不过要注意，有肝病的人，还有虚弱有热、脾虚腹泻的人就不要吃大蒜了。这社会节奏的变快，压力也越来越大，这就使很多人的身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保养身体。在我们身上有3个部位是长寿的开关，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搓一搓，有很好的舒筋通络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第一个，经常搓搓手。我们手上有很多经络和穴位，经常搓手可以帮助调理脏腑。搓手很简单，双手掌心相对，然后相互搓就行，直到掌心发热为止，每天可以多搓几次。第二个，经常搓搓脚。脚和手一样都很重要，可以每天睡觉前泡泡脚，泡完脚用手掌心搓左右脚的脚心，搓100次就行。搓脚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调整人体机能，对延年益寿有帮助。第3个，经常搓搓脸。先将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再搓脸，单方向的从中间向两边搓，每天搓50下。搓脸可以促进脸部血液循环，让人更加。现在有很多人都有高血压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，高血压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所以降血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那除了降压药，还有什么简单的降压方法呢？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拍打内关穴。内关穴属手厥阴心包经，具有宁心安神、理气止痛的功效。在我们手腕横纹向上2寸，大约3指宽的2筋之间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，或者是用手掌拍打，每天拍打100下即可。对内关穴进行刺激，可以改变血管的收缩和舒张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保护心脏，还有调整血压，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。大家要注意，按摩的方法只能帮助辅助降压，平时还是要以降压药为主，再配合日常的保健方法，就能够帮助我们平稳血压。大家都知道，血压高的人得服用降压药，血压才能够得到控制。其实除了吃降压药外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减压按钮，经常的按一按也能起到降血压的效果。这个地方就是足三里。足三里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，在我们小腿上外线下3寸4横指的位置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上的穴位，具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的作用。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按揉，或者是用拳头敲打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即可。这个穴位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按一按，
那按摩足三里还可以扩张血管，对调节血压有一定的效果。血压高的朋友呢，可以试一试。除此之外，经常按摩足三里还能有效的缓解失眠和头晕、眼花等症，很适合中老年人哦。生活中如果想知道自己身体好不好，可以看看我们身上的一些表现，比如手，如果手上没有下面3个信号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指甲出现竖纹，容易折断。那正常我们的指甲呀都是光滑、红润，并且很坚韧的。但如果指甲出现竖纹，很容易被折断，那么就要注意了，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手掌心出现白色斑点，在我们手掌的中间位置是胃部的反射区，如果这里出现白色的斑点，就可能是脾胃不好的表现。建议大家平时少吃生冷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注意养胃。手掌肝区发青，在我们手掌心、生命线和智慧线的夹角对应的是肝区。如果这里有发青的情况，就要小心肝脏的健康了。那平时养肝，注意多进行运动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少熬夜，这样对肝脏健康有帮助哦。很多人一到了晚上就感觉到心烦意乱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影响第2天的工作和学习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招可以帮助缓解和预防失眠。大家如果感觉到心烦意乱睡不着，可以推一推手臂，从肩膀往手腕的方向推，推手臂内侧，因为内侧是心经的循行部位，每条手臂推81下就行。这样推手臂可以顺气安神。推完之后，再把我们的双手放到头顶，这样宁心安神一会儿，再去睡觉就可以了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帮助哦。失眠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伤害，建议经常失眠的朋友还可以喝一些味源红枣茶、蒲公英根茶、玫瑰花茶等，都有帮助睡眠的功效。就是艾草的叶子，很多人都把它忽视了，其实艾叶的药用价值很高，如果经常用它煮水洗头发，会有3个好处找上你哦。好处1，有助睡眠。艾草有镇静安神的作用，对于经常失眠的人，就可以用艾叶煮水洗头，这样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压力，放松神经，睡眠质量自然也就提高了。也可以用艾叶泡脚，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。好处2，去头皮屑。很多人都有头皮屑的困扰，这时就可以用艾叶煮水洗头，能更好的促进头发生长和新陈代谢，帮助滋养头发，去除头皮屑，对女性来说非常好。好处3，改善月经不调。艾叶属于温热性质，用艾叶煮水洗头能够温经止血、散寒调经，不仅可以改善月经不调，对缓解手脚冰凉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艾叶，多用玫瑰花泡水喝也能够帮助调经止痛。桑葚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水果，它味道酸甜可口，很受人们的喜爱，而且有些人还喜欢用桑葚泡酒喝，认为这样可以补肾强身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平时比较受欢迎的是紫黑色的桑葚，那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桑葚可以补肾。其实从桑葚的营养上来看，桑葚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、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， 具有延缓衰老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事实上呢，是有一定的补肾作用的。但是用桑葚泡酒这种做法就不建议大家做了。因为有的人是直接将桑葚放到白酒中密封的，这样做会使桑葚的营养流失，并且白酒的酒精浓度比较高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起不到养生的作用，反而会损害肝脏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并不提倡大家用桑葚泡酒喝。除了桑葚，用枸杞、人参泡的白酒也不建议大家多喝，因为也对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呢就别再浪费桑葚、枸杞、人参这些食材了。睡觉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大事，此话说食补不如觉补，只有睡眠充足，才能精力旺盛，更好的完成白天的学习和工作。若能在这2个时间段睡觉，身体会更健康，容易长寿哦。我们睡觉的黄金时段有2个，一个是晚上9点到11点，另一个是早上5点到7点。如果这2个时间段都能处于深度睡眠，那么不仅精力好，还容易长寿。晚上9点以后，身体机能会逐渐的平缓，如果这时能上床睡觉，处于深度睡眠状态，能够让身体得到很好的修复，有利于保护身体健康。
但如果经常熬夜，凌晨1、2点才睡觉，这样呢就很容易导致内分泌失调，身体各个器官受损，不利于健康。而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啊，是气血循行的时候，若能够休息好，有利于气血运行，并且呢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能够让身体自我修复，增强免疫力，减少生病的几率。所以每天这2个时间段睡觉，身体会更健康哦。那对于经常失眠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桂圆和陈皮泡水喝，对促进睡眠是有帮助的哦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